今天带来一期空城7D秘术的实战复盘，是老板1区500多分的单子号，但排的基本都是1000分往上的人。攻略里城邦的理解说漏了，这里补充一下，一般选装备类金色强化符文限定类的城邦。冠前选秀也就是选秀回合给俩散件的大于装备自选器，因为你连败的装备本就很好，自选器让别人不必连败也能有好的装备。当然只有自选器还是得要，因为我们对装备的需求比正常阵容高。训练甲人城邦能让两家对着空城的都输，并且都只扣1滴血，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断连败的城邦。但是这盘没随到，是神器锻造器。开局发了个奥拉夫，这张卡能单挑1-3的野怪，1-4的野怪据说在丝血的时候给腰带能赢，但我自己有失败过，就不推荐了。不过如果你知道哪些野怪能单过1-3，很多局里也能从这个回合开始吃10块了。我知道的有奥拉夫、坦姆、莉莉娅、宝石。锻造器我从生命盔甲、御金师3项中选择了生命盔甲。上期视频里公式讲过哪些奥恩装合适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强化符文按公式选择冒险举动，第一波上怪不影响我们吃10块利息，并且能帮助我们换怪，哪怕赢下这一回合也对连败没什么影响，所以没有必要这一波就空。视频里说2-1如果吃10块利息，并且赢下这一回合，那么2-2就可以开始吃20。我是因为1-4就吃了10块，所以第一波没赢，第二波也吃到了20利息。后面就是正常的空城节奏了，选秀拿下水滴期间秘术体系卡是不留的，除非你确定好他们不会影响你连败。野怪这波你拿不准的话就买天选打野怪，我有好几次为了摊下一回合的天选而没打过野怪了。当然我判断这波场面战力是够的，所以我就没买位。野怪回合我就拉了6级，为的是确保下一波一定有2费级以上的天选。3-1刷到了潘森，按公式潘森和酒桶是不拿的，但是我这波拿下可以帮助文血，并且利用朋克击败下波可以把它换掉，所以就拿了。公式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而且公式不能完全列举出所有的情况，比如公式说3-5到3-7启动，不是说随便哪个回合都可以，还是要点自己的判断的。我已经把要做的东西限缩到了很小的范围了，如果这样还玩不出效果，那可能需要换个游戏了。3-2按公式选下行家里手，然后换掉潘森的天选，继续补场面质量。3-3冒险举动就要发钱了，所以提前在小的编辑器里加入想要的牌。3-3可以启动了，因为我们是冒险举动，并且前面有个2连胜要保，金币也够，所以在这里提前启动。大搜一波找6密位加1000阿里，但是没有找到密位天选，也没有阿里，所以只能用2星露露带装备暂用。选秀拿下全套，为啥是全套呢？明明科技枪都还没做，因为这里我要启动后打出强势节奏了，科技枪的散件现在拿都要等，而阿里有南加蜡石或者南加科技枪，在启动初期的战力是够的，再加上我有行家里手，就拿马上能合成的偷了，回来刷到个秘术天选铁男，判断场面战力足够赢3-5、3-6两个回合，于是存一波钱进野怪，进野后继续搜牌找阿里，终于在4-1找到了一张阿里，可以看到我期间为了这张阿里花了5、6、7、80块钱，所以不出阿里才有鬼了。我视频里说10局可能有1局没有阿里，都太保守了。我昨天玩了那么多把，没有哪一把是没有阿里的。只要你不是不按公式来直接拉8 4-2按公式选一下小伙伴，然后干拉到8级。这里为什么干拉？因为我有一张2星铁皮的质量能上。假如它是一张俄洛伊、奇亚娜或者情侣，甚至是第2张阿里，那我一样会干拉，不然就存钱等等再拉。拉人口之前想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。4阶段靠着这个质量一路冒火，我们的血量北上，前期保血经济一般，导致现在上了一堆破烂的对手疯狂掉血。可以看一下同期外面的质量。如果你是按照划水上把的节奏去找阿里，那你现在要打的对手就不是这个质量了，说不定你2星阿里都不一定能赢他们。连胜的秘书阿里顶多算 T2 阵容，一般拿老3老4，很多人不认可秘书阿里就是因为节奏不对。4-6这波看了一下，外面这家 EZ 可能打不过，而手里的阿里挺牌，外面阿里数量不多，且我的铁皮能追3，于是就搜了一波保连胜。正常是划水上9的，但我没搜出来，不过 EZ 也没赢我们。白人口既然搜了，那就上不了9了，我们找2星阿里和3星铁皮就行。这时候来了大根就上去，阿里的科技枪没有，只能用正义冒充一下了。5-2被这家8级2星神装情侣的卡片人断了，其他人基本都能赢。后面走位老3，虽然不是吃鸡局，但是这盘很适合当素材。我们已经尽人事，剩下就是听天命了。云顶之弈，吃分靠实力，吃鸡靠运气，只要不是老7老8，基本你的玩法都是没有出什么大问题的。发完这期我就要去科研新的阵容了，下期会说在国服2阶段摆子越来越多之后，在很多能连胜运营的对局中玩什么偷分，敬请期待，哈哈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